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痛斥民主灯塔，刻意尴尬的背后，无非还是美国的两党斗争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昨天看一段视频可能是今年我看到的最有喜剧效果的一段。视频内容呢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面对记者连续质问的时候，用了一连串让人意外的描述，形容了美国这个民主灯塔的状况，好像不是没有电了，就是没有油了。前一段时间，美国呢是连续发生了严重的枪击案，其中5月24日，德克萨斯州的校园枪击案造成了21人死亡。这个时间就让人想起了2014年的加州大学枪击案，也是5月24日，那次是7死7伤。再往前，我们还能想起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那一次枪击案。这个事儿的影响呢，在美国算闹得够大，而且今年美国大规模枪击案已经到了27次。所以普莱斯呢，在谈论中国人权问题的时候，下边记者就有点控制不住怒气。本来呢，美国记者们遇到这种热点问题，从来都是像食人鱼闻到血腥味一样，会一股脑的扑上去。他们责难政治人物的时候，对美国总统也是能损就损，更何况普莱斯是国务院的发言人，也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副司级。那么记者问题是呢，中国已经说了，在美国枪击频繁的这个情况下，美国指责中国人权问题是虚伪的表现。那么你普莱斯打算怎么回应中国的指责呢？普莱斯说，我不打算直接回应，可以用个委婉的说法，然后就巴拉巴拉说一大堆，说美国过去如何辉煌，怎么当民主灯塔，然后就说了一句，以后就不好讲了嘛，说美国以后有可能为世界树立一个任何国家都不愿追随的榜样，我们美国也有可能沦为最亲密盟友困惑和质疑的根源，不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们成了被怜悯的对象，甚至让竞争对手幸灾乐祸，成了一种让竞争对手快乐的来源。这段话呀，要去网上找视频看，特别是要看普莱斯评论自己国家的时候那个尴尬的表情，还在思考用什么合适词汇来形容现状的时候，自己呢一边摇头叹气，一边还啧了一声，表达了一种无奈。他那个表情那个语气才是整个视频里边最有味道的部分，特别像一个犯了错误之后被父母追问的小男孩。其实呢，普莱斯在这个问题上用这种语言描述自己的国家，一方面是面对记者，他没法逃避现实，抒发一下感情；另一方面呢，他也不在乎打美国的脸打狠一点，因为他很可能是想打共和党的脸。前段时间呢，美国还出现一个奶粉紧俏的问题，美国共和党就抓住机会抨击民主党，说民主党搞出一些个法案，促成这些大企业形成垄断。而这次枪击案正好给了民主党一个报复的机会，因为主要就是共和党，尤其是特朗普那些人坚决反对修改法律，要维护人人可以持枪。更微妙的是，《纽约时报》的作者托马斯·弗雷德曼5月23号发表一篇文章，说他应邀跟拜登一起共进了午餐，然后吃了一肚子感慨。作者在文章中提到，每一个大规模枪击案，每一次种族主义的狗哨声，每一次取消警察经费的倡议，每一个分裂国家的最高法院裁决，每一个虚伪的选举舞弊指控，都在破坏美国的团结。而特朗普就是这些破坏美国团结背后的阴影。特朗普是想用武装叛乱还有欺骗来赢得政权，所以这个作者呼吁民众要反对特朗普卷土重来。而且枪击案又是一个最好的反对理由之一。所以吵来吵去都是为了两党斗争，社会上出现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攻击的理由，特别类似我们在国内网上看到的，意见稍有不同就会互相指责是1450。美国这种政治斗争根本带不来任何发展，只能是徒增损耗、混乱和内部仇恨，最后被撕碎的就是他们那个美国梦。好，关于可怜的小普莱斯为什么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得那么难受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